上古神国，秦国，千里皇城，道音阵阵，万千强者共同守护，只因秦国王后已怀龙种。孩子，今日你的父皇就会猎龙归来，待你出生之时，便可龙血筑体。获得天道赐福，天生亲近3000大道，可顿悟任何功法秘籍，宝术神通，看之即会，得之即要。不灭祖神体融合100%。终于完成了！别人穿越要么是亿万富豪挥金如土，要么是古代帝皇佳丽3000，我却穿越到了一个婴儿身上。好在觉醒了君临天下系统，这次是要成为世界最强者，君临天下。这么说，我现在已经拥有不灭祖神体了。秦风激动地捏了捏小拳头，好像是捏到了什么，软软的、绵绵的，还很有弹性。转头看去，自己隔壁竟然还有个粉雕玉琢、浑身散发着殷殷宝光的女婴。我还有个妹妹。另一边，被秦风捏脸的夏薇雨脸色微变。第一次有人敢打我的脸，更何况这个臭弟弟不仅打我，还敢捏我的脸。看来今天是不必手下留情了，把体内的先天真气都拿来吧。夏薇雨催动归元体，脚步浮现出一团五行漩涡，一时间娘胎内的先天真气都向着他涌去。好家伙，敢阴我！秦风催动起了不灭祖神体，下一刻，秦风幼小的身体体表似有星辰流转，原本涌向夏薇雨的先天真气纷纷拐弯，争先恐后的冲向秦风体内。怎么可能？给我回来！我堂堂女帝，修炼的是上界流传的至高功法，今日怎能被一个还没出生的婴儿夺去本源之力？无论他怎么催动功法，根本抢不过秦风。两人在自己娘亲的肚子里闹腾了起来。快去请王婆婆来，好像要生了，把李太医也请来。凤鸣宫院外，300贴身龙卫将凤鸣宫守得密不透风，8000黑甲禁军把守各处戒备。皇主回来了。若云的身体可是出了问题。秦正道一把揪住满头大汗的李太医。罪臣该死，娘娘要生了，是早产。什么？若云怎么会早产？秦正道震怒，皇主境威压遏制不住的爆发。天下修行者有9大境界，分别是斑血境、灵海境、元婴境、天象境、化神境、尊者境、皇主境、圣人境、大地境。在圣人不出，无人称帝的下界，秦正道皇主境的修为可以横行无忌。今日早些时候，娘娘喝下了从上古神山得来的神药精华，谁料忽然腹痛难忍。万罪臣前去时，祖皇布下的安胎秘法已经破了，具体缘由尚不清楚。为了这尚未出世的孩子，秦家不惜代价布下安胎秘术。8个月来，无数奇珍异宝不计成本的投入，未来出世的无论是皇子还是皇女，都将是绝代天骄。按理说根本不可能早产，莫非是太古神山？秦正道将李太医丢在一旁，眉宇间满是对妻子和孩子的担忧。正道，稍安勿躁。数道惊人的威压升起，秦德，秦国第13祖皇，秦风素未谋面的爷爷第一个赶到，紧接着又是2道人影浮现，秦法、秦正，二位分别是秦国的第7祖皇和第9祖皇。秦正道见过3位老祖，若云这次早产，可是与那太古神山送来的神药有关？凤鸣宫外，秦正道眼眸中杀意涌动。若真是太古神山搞的鬼，过些时日定要上山去再猎2头神兽，来给自己孩儿滋补身体。我已经探查过了，太古神山送来的神药没有问题。我大秦强势，其余6国不想再被咱们压着，必定会想尽办法对你孩子动手。以你这般修为，好不容易才有了孩子，定是不凡啊。7祖秦法年岁虽高，外表却是孩童模样。皇城外，一道人影浮现，身体遭到重创，口中鲜血狂喷，陨落在地。9祖秦正身负7星金龙剑，剑意封锁虚空，逼得更远方的探子也纷纷现形。秦正道目光冷峻，扫视着不怀好意的众人，暴喝道：今日我孩儿出生，不想让人盯着，若有心怀不轨之人窥探，杀！杀字落下，远方的探子们瞬间化作血雾，顿时四方皆寂。娘胎中，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姐弟情深。任务完成条件：夏威远好感度60。
任务完成可获得奖励半生神兵。和睦的家庭关系是君临天下的必备条件，请宿主好好努力。姐弟情深，我和他这会儿还都在娘胎里呢，凭什么要认这个小娃娃当姐姐？夏薇女是吧？我刚刚觉醒了不灭祖神体，你就上来搞偷袭？秦风头顶有光，难道是要生了？太好了！哼，系统，待会儿我先出去，你这任务等着改名兄妹情深吧。秦风扭动身体，想要率先出去。夏薇雨努力伸开双手，想要将秦风推到一边。前方光线越来越清晰，眼看秦风就要出去了。提示夏薇雨好感度减10，当前好感度40，好感度满值为100。怎么回事？好感度下降了。秦风回头望去，语音脸上有愤怒，有不甘。这个哥哥我当定了。秦风继续向亮光挤去。提示夏薇雨好感度减20，让且好感度20。警告：夏薇雨好感度清零，姐弟情深任务将会永久消失，半生神兵，永不奖励。至于吗？不就是当个妹妹，怨念这么大的？秦风看了看系统任务奖励的半生神兵，又回头看了看怒意更盛的妹妹，最终还是觉得半生神兵比较重要。秦风身子向后缩了缩，给奋力向前挤的女婴留出一丝空隙。提示：夏薇雨好感度加25，当前好感度45。镇国大阵，忽有雨点落在镇国大阵上，带起一道夺目的紫色电光，乌云飞速汇聚，眨眼间便笼罩天地。令人错愕的事情发生了，水珠像是有生命似的来回打滚，忽然化作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鸟，拍打着双翅飞向高空。秦正道和秦家3位老祖也抬头望向天际，更多的雨珠在落地前的一刹，纷纷化作水蓝色小鸟，叽叽喳喳鸣叫着，再次腾飞，漫天都是灵鸟。水蓝色的灵性生物在天空盘旋汇聚，很快一只浑身由雨水化作的凤凰出现在皇城上空。秦正道望着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凤凰，我秦正道有女儿了，我女儿能引动天地异象。秦德一把按住秦正道。秦国皇主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你身为皇主要淡定。说着说着，秦德再也忍不住，抱着秦正道哭了起来。正道啊，好样的，我秦德有孙女了呀！秦国皇城内，屹立不倒的神木抽出新芽，植物欢快地舒展枝桠，百花齐放，沁人心脾的花香萦绕于天地之间，久久不散。士兵们发现自己手中的兵刃竟然不受控制的想要腾空而去，身上的铁甲也发出剧烈的嗡鸣，金铁齐鸣，一时间皇城内好似响起阵阵响亮的凤鸣。金铁齐鸣，百鸟朝凤，这莫非是上古典籍中记载的五行归元体？五行归元体，即便是在圣人遍地走的上古年代，都世间罕见，乃是古籍中排名前3的绝强体质。凶名赫赫的女杀神凌降雪就是这种体质，曾经镇压一个时代，同阶无敌。若非遭到生命禁区的恐怖强者追杀，必定称帝。秦国老祖们纷纷出关。平日这些卡在皇主境多年的强者都在闭关潜修，除非出现能够决定一国命运的大事，否则不会轻易现身。但今日秦国诞生了未来能够称帝的绝世天才，老祖们都坐不住了。楚国皇城，楚皇威严地坐在华美的王座上，整个人笼罩在迷雾之中，令人捉摸不透。云涛，你怎么看？一位面容刚毅、13、14岁的英俊少年恭敬地上前行了一礼。儿臣以为，虽说秦楚交好，但以秦国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必然会向邻国进军，灭了北方的燕国，西边的韩国，下一个说不定就是东方的楚国，绝不能再让秦国这样发展下去。秦正道的孩子必须死。楚皇未作回应，静静地高居于王座之上，也不知是赞同还是否定。燕国皇主面色铁青，终于挤出母胎的夏薇雨感受到外界活跃的五行之力和如期而至的天地异象，心中松了口气。还好还好，母胎中的一番争夺没有损害到我的本源。没想到这一世在下界的弟弟天赋如此恐怖。然而没等他仔细观察外界，一阵腾云驾雾似的感觉忽然袭来，下意识的惊呼到嘴边变成了婴儿的啼哭。王婆婆可不知道夏薇雨前世的身份，伸手就抱起了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娘娘生了，是个女孩。快让我见见我女儿。秦正道乐开了花，来到凤鸣宫前，谁料吃了闭门羹。宫女顶着门不让秦正道入内。
陛下恕罪，娘娘和皇女身体无恙，可还有个孩子尚未出生，请陛下稍作等候。秦正道呆愣在原地，饶是以他千古帝君的沉稳心境，也顿时手足无措。还有一个，竟然一下子中了俩，有我秦德当年的风采。秦德满意的揽过秦正道，得意的摸着胡须。九祖秦正怀抱7星金龙剑，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九祖，您有心事？九祖点点头，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大秦出了个有望称帝的五行归元体，已经让其余6国蠢蠢欲动。若是再有位天才将士，其余6国怕是会群起而攻。九祖的话让众人都冷静了下来，略一思索，秦德与7祖九祖对视一眼，默契地升起了相同的功法波动。隐隐有心脏跳动的声音从夏若云隆起的腹部传来。床榻上，夏若云面色痛苦。这么强有力的心跳声，他还是人吗？娘胎里就从我手里抢资源，甚至险些吸走我体内先天真气，现在又生出如此浓烈的气血之力，即使是祖龙子嗣也比不过。这样逆天之人怎么会诞生在下界？林峰不知道自己尚未出生就把整个无尽荒域搅得天翻地覆，在系统威逼利诱下让夏微雨当了姐姐，下一个终于轮到他了。秦国上空，祥云翻滚，隐隐有阵阵仙乐传出，道道金色祥瑞幻化万千真情异兽降临人间。这是天道赐福，五行之力换作的凤凰在天道面前发出欢快的鸣叫，随后化作五彩霞光消散于天地之间。天道赐福带来的金色祥瑞和五行凤凰换作的五彩霞光相互交织，洒落大地。秦国上下一派喜乐祥和的景象，群臣皆惊，王座之上的楚皇拍案而起，再无法保持平静。文武百官相顾无言，燕皇呆若木鸡的喃喃自语。荒域已有100万年未曾出现过天道赐福了，有大能猜测天道已死，没想到今天让我见识到了。一道不带任何感情恢宏声音在荒域各处响起。秦皇生子有功，奖秦王朝先天功德万缕，国域百年昌盛，奖10万沃土，3000年风调雨顺，世俗间天星下凡人才辈出。秦皇之子，天道赐福加身，当保荒域安定。恭喜皇主母子平安，姐姐6斤9两，弟弟9斤6两。刚进凤鸣宫，一阵强有力的心跳声便传入秦正道耳中，随之浓郁的气血之力便扑面而来。细看才发现，凤鸣宫内横冲直撞的气血之力以及震耳欲聋的心跳声，都来自王婆婆怀里刚出生的男婴。弟弟怎么比姐姐重了2斤多？体内的气血之力也如此惊人。秦正道只觉得王婆婆怀中的不似一个人类婴儿，倒像是一头小凶兽。不待他仔细探查，怀中的男婴忽然睁开了双眼，一道古朴沧桑的气息从男孩体内散发出来。这是神明的气息，还不是寻常神明。秦正道死死盯着襁褓中的男婴。难道是祖神？秦国上空的无边祥瑞尚未散尽，便在神秘的伟力中被碾为基。苍穹之上，一个黑洞悄然出现，漆黑深邃的黑洞似有古老的星辰，散发着清冷的微芒。看到这，秦家老祖纷纷猜测，这莫不是第2个孩子的异象。很快，在老祖们的注视中，黑洞中迷雾翻腾，隐约有一双恐怖的巨眼浮现，似有神秘古老的存在跨越漫长的时空长河，注视着凤鸣宫的婴儿。这是祖神的注视。在秦家老祖们错愕的目光中，黑洞骤然坍缩，眨眼间变小到宛若尘埃。五爪金龙卷起滔天巨浪，龙目中满是杀意。秦正道，不灭祖神体又如何？你的孩子有大帝之资，我的孩子就活该受死。妄图以我孩儿的骨血给女子铸造无上道基，做梦！秦正道，我一定要让你也尝一尝丧子之痛。死，一定得死！有潜力不代表能称帝。荒域早夭的天才不计其数，你秦正道的孩子就是下一个。一道阴鸷的目光在洞窟中亮起，隐约间竟不似人类。朝堂上风光无限的燕国皇主小心翼翼地站在洞窟外，胆战心惊，呼吸都不敢用力。过来，拿上这个。大事降临前，一定要杀掉秦家的2个孩子。我下次苏醒时，若是秦家的孩子还活在世上，下场你懂。秦正道已经把2个小娃娃抱在了怀里，左手中的小皇女小巧可爱，通体洁白无瑕，宛若一块宝玉，散发着殷殷宝光。右手中的小皇子更为不凡，浑身气血如龙，体格不大，托在掌心却沉甸甸的，体内蕴藏着神秘的伟力。若云，你受苦了。秦正道抱着2个小婴儿来到夏若云身前，秦风躺在怀里，这突如其来的狗粮让他猝不及防。转头望去，自己这一世的姐姐正抱着2只小手，旁若无事的东张西望。正道，让我看看咱们的孩子。夏若云伸出手想要抱孩子，
谁料动作太猛，自己险些摔下床。好在秦正道动作很快，瞬息将2个孩子塞给身边的宫女，闪身搂住了夏若云的身体。秦正道接过2个孩子，坐在了夏若云旁边。若云，你现在身体虚，还是我来抱孩子吧。秦风只觉得刚才一阵头晕目眩，再次回过神来，已经2度1手，看向一旁的姐姐，2个小娃娃不约而同地从对方眼中读出了同病相怜的意味。夏若云虽然想抱孩子，但也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正道，你给咱们的孩子起个名字吧。我秦家男儿当勇攀高峰，这龙凤胎中的弟弟身怀不灭祖神体，今后必定带着我秦家高歌猛进，一路披荆斩棘。我看不如便取名秦风。至于他姐姐身怀5行归元体，能引动百鸟朝凤的5行凤凰意象，有女帝之姿。若云，这姐姐名字不如便由你来定吧。不如就叫秦微雨吧。看到怀中的2个小婴儿都开心地笑了起来，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新名字。好，就这么决定了。姐姐叫秦微雨，弟弟叫秦风。今日起立秦风为我大秦太子，秦微雨为我大秦公主。希望这2个小家伙能在今后相互扶持，共祝我大秦辉煌。无意间玩上了我从上界带来的至强功法。提示：秦微雨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65。恭喜宿主姐弟情深任务完成。奖励：半双神兵、混沌战锤。奖励已发放至系统自带的储物空间，请宿主自行查看。秦风兴奋不已，跃跃欲试地问道。
幽暗深邃的广袤虚空，正有一柄古朴无华的沉重战锤静静地悬浮其中。战锤上铭刻着蕴含有神秘力量的纹路，沉浮之间似有宝光流转，神异无比。心念一动，只见那硕大的战锤逐渐缩小，竟是悬浮于秦风的意识面前。骑士混沌战锤乃创世之初诞生的5大元初秘宝之一，象征着世间之强之力，有再创天地之威能。混沌战锤为诞生法宝，其威能随宿主实力提升而增强。创世之初的原初秘宝，好东西，好东西啊！秦风意识在储物空间里将混沌战锤拿在掌心一阵把玩，缩小后的战锤更显朴实，外人看去甚至会以为是反铁铸造，但是其恐怖的威能，怕是只有面对它的人才能够感受到。秦风恋恋不舍地把战锤留在了储物空间里。秦风深知自己这会儿还不能把混沌战锤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到世间，他此刻已经察觉到了姐姐正在盯着自己。天知道，要是让姐姐看到自己凭空变出来了个大锤子，幼小的心灵中会不会留下童年阴影？扑闪着大眼睛，秦风咯咯笑着抓向了身旁的姐姐。全靠自家姐姐给力，自己才能得到半生神兵。看在混沌战锤的份上，母胎里的恩怨就勉强不计较了。秦国老祖们把2个小娃团团围住，有说有笑，但主要好像是为了一件事情：刚出生的娃娃要前往天机阁参加功法择主仪式。凡皇室子弟皆可在功法择主仪式中从天机阁获得一门功法。功法择主仪式对于许多已经沦为世俗中人的皇室宗亲来说，是少有能获得高阶功法的机会。夏若云的2名贴身宫女动作熟练地把2位刚出生的小主裹在了暖和的襁褓里。夏若云妆容精致，满头黑色秀发高高盘起，照照镜子，夏若云站起身，看向2名宫女道：“孩子们都裹好了吗？”“回娘娘，小主们都裹好了。”宫女怀里，秦微雨倒是对这功法择主仪式没什么感觉。下界神国的功法再强，还能强过自己的至高功法。可秦风就不同了，小脸上满是兴奋。前世在地球看了这么多网络小说，一直很向往无比神奇的修行世界，羡慕能够飞天遁地的修行者。今天自己也要正式踏入修炼之路了。夏若云让2名宫女抱着孩子跟在身后，门外等候的随从早已备好了轿子。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座高耸入云、气势恢宏的高塔前。天机阁的正门极为宽大，漫长的岁月里，泱泱大秦的皇亲国戚不在少数。刚好赶在今天，带新生儿前来天机阁选择功法的皇室宗亲已尽数等候在此。守在外围的黑甲禁军见到夏若云抱着孩子出现，纷纷单膝跪地行礼道：“参见皇后娘娘，参见皇子皇女。”夏若云的视线扫过这些忠心耿耿的黑甲禁军，风轻云淡道：“平身。”谢皇后。若云，2个孩子都还好吧？从宫女手里接过秦府，又把秦微雨抱在自己怀里。 2个小家伙已经能睁眼了，精神得很。秦正道低头在宝贝儿子的额头上狠狠亲了一口，拉起夏若云的手道：“这次我刻意安排了不少皇室宗亲带着新生儿前来，功法择主仪式人少了没意思，他们全当是陪同。”说话间，秦正道2人已经抱着孩子进入天机阁内，10多名抱着孩子的皇室宗亲也紧跟着鱼贯而入。天机阁8面墙壁上满满的全是神通宝术，究其数目何止千万。正中央，一座玉石雕刻的圆台嵌入地面，前来参加仪式的皇室宗亲们视线一下子聚焦于圆台之上。当有孩童躺于玉台之上，意识便会和天机阁内的功法宝术相通。孩童若在功法择主仪式上和某门功法相互吸引，功法便会主动飞到孩童身前。祖皇在上，不求我的孩儿能获得天阶功法，能获得28门地阶功法之一，都是天大的造化。如果我家孩儿能与血煞祖龙诀共鸣，我这一脉便有机会重回皇室。已经沦为地方商贾的皇室宗亲小声祈祷，有书生模样的父亲满脸渴望。在秦正道的示意下，主持功法择主仪式的司仪没有第一时间让皇子皇女选择功法，而是念起了其他皇室宗亲的名字。自家孩子天资卓越，过早出场怕打击到这些皇室宗亲的信心。第1位新生儿，商贾秦永康之子秦凯乐。先前祈求祖皇保佑的矮胖商人，畏手畏脚地抱着怀中的婴儿走上前来，慌忙朝皇主一行人行了一礼，得到秦正道应允，才敢将自己孩子放上了玉台。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玉台上的小婴儿身上。玉台之上的符文流转，天机阁四处都亮起了璀璨的光华。嗖，一本暗黄色的功法从附近的架子上飞出，悬浮于小婴儿面前。皇阶上品功法养气诀。主持仪式的司仪瞥了眼功法的名称，喊了出来。矮胖商贾面色涨红，既然只是皇阶功法，功法择主仪式中能和越强的功法相互吸引，往往说明孩子的资质也就越强。自己孩子只能或皇阶功法产生感应，说明此生大概率止步于灵海境。
面色颓然地将自己孩子和悬浮于玉台之上的氧气诀抱在怀里。矮胖山谷默默回到了人群之中。黄阶就黄阶吧，至少比不能修炼的凡人要强。看到这一幕，两个孩子都明白了这功法则主仪式是怎么回事。看着天机阁中的玉台，秦微雨若有所思地想到：这天机阁倒是有些意思，竟然能够探查新生儿的灵智。越聪慧的新生儿，能够从天机阁中获得的功法便越好。自己乃是转世重生的女帝，见识和阅历在这些刚刚出生的婴儿面前，根本就是碾压级别的。倒是自己弟弟，虽然天赋惊人，但看上去傻乎乎的，该不会给本帝丢人吧？秦风这会正伸着小手，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得自己的修炼功法。在秦风期盼的目光中，皇室宗亲们陆陆续续地抱着自家孩子得到了修炼功法。功法品质从黄阶到地阶应有尽有，功法名称也千奇百怪各不相同，但始终无人能与3门天阶功法相互吸引。最优秀的孩子也不过获得了1门地阶下品功法。终于，最后一名皇室宗亲也抱着婴儿从玉台前退了下来。全场的目光都不由汇聚于皇主怀中的皇子和皇女。昨日的漫天异象，在场众人都记忆犹新。若说不好奇这2个小家伙能与什么级别的功法相互吸引，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下一位，皇女秦微雨。万众瞩目之下，夏若云抱着怀里的秦微雨走上前去。前世，自己从记事起便从未见过父母，更没有体验过亲情。父皇、母后，我肯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你们就瞧好吧。皇主的女儿竟能同时与2部天阶功法共鸣，这是什么概念？一山不容二虎，2门至强功法不可能同任一主。然而，更令他们惊掉眼球的还在后面。他虽说对自家孩子的天赋很有信心，但大秦建国以来的功法则主仪式中从未有过3门天阶功法同时响应的情况。皇女秦微雨天阶功法血煞祖龙诀神魔炼体术道心观想法。我的娘嘞！啥情况？小皇女这是要逆天啊！我大秦皇室天才无数，但从没有能让3门天阶功法同时认主之人。小皇女真是了不得。对于这样的结果，他并不意外。自己可是转世女帝，要是连几门功法都降服不了，还不如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哼！臭小子，待会儿上去多学学你姐。要是没能凭自己本事拿到天阶功法，回去老爹就打你屁股。哼！先把3门天阶功法都放回去，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能不能重现他姐姐的风采。秦风顿觉压力山大，好家伙，自己姐姐表现得这么惊艳，他要是表现差了的话，可真就丢人丢大了。下一位，皇子秦风。不知怎么，秦正道内心竟也紧张了起来，仿佛即将躺上玉台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他自己似的。来了来了，小皇子也引动了3门天阶功法。就在众人都以为3门天阶功法要像刚才一样飞扑而下时，一股莫名的心悸忽然涌上了所有人的心头。与此同时，怎么回事？刚才动静还挺大的，怎么突然没音了？莫非和刚才的心悸有关？我怎么觉得是这天机阁阵法年久失修，出问题了啊？皇室宗亲们猜测连连，想啥的都有。玉台之上的秦风傻眼了。我的功法呢？难道我这个地球穿越者就这么没有排面？刚才我姐躺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样的。台下的秦微雨也愣住了。我弟弟难道是个笨蛋？虽然身怀不灭祖神体，但灵智上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秦正道和夏若云也僵在了原地，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司仪正在犹豫要不要宣布结果。毕竟小皇子在功法择主仪式上，连最差的黄阶功法都没有响应，这已经是在打大秦皇主的脸了。咚！天机阁内会有钟声响起，咚咚咚，紧接着又是2声钟响。伴随着钟响，天机阁高处的空间一阵扭曲，一枚洁白如玉的骨片裹挟着紫色雷霆，穿越时空而来。这骨片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好神异的骨片！这是什么生灵的残骨？竟然蕴藏有些许法则之力。突如其来的异变让围观众人一阵愕然。夏若云的眼力自然能看出骨片的不凡，转头就向身边的秦正道发难。正道，
这天机阁内怎么还有一处藏匿重宝的空间？你之前可都没有告诉过我。秦正道同样一头雾水，苦笑道：“若云，你误会了，我身为大秦皇主，也不知天机阁内还有此物啊。”好，很好。忽然，天机阁门外有一道身影大步走来，正是第三祖。第三祖虽看上去龙精虎猛，但任谁都清楚他其实是秦家活得最久的老祖宗。来到玉台前，第三祖先是冲秦正道点了点头，随即抱起了襁褓中的秦风。这孩子能与此物相互吸引，倒是难得的造化。看向缓缓落下的宝骨，第三祖恍若回到了数十万年前。那时候，秦国的开国皇帝还能在荒域行走。这枚宝骨乃是秦国始祖封存于此。祖皇当年建立天机阁，就是要以1000万宝术镇压此物。好香啊！这骨头拿来熬汤肯定很不错。小家伙真是个吃货，哈哈！不过能吃好啊，吃得多才能长得壮。小家伙，饿了老祖这里有灵果，这个比骨头好吃。秦风虽然很想拒绝，但灵果真香啊！抱起圆润晶莹的灵果就啃了起来。这一幕让秦微雨看了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心中暗骂秦风没出息。得了宝物不懂得好好研究，就知道吃。说起来，这宝骨中隐约有着和我识海中混元珠相似的气息。这样的神物怎会出现在下界？正道，若云，这宝骨中同样记载有一门功法。我虽不曾修习，但可以确定潜力肯定在3门天阶功法之上。但有一点你们要注意，这枚宝骨中的功法似乎涉及到某种禁忌，修习之人的天劫会比寻常修行者的天劫恐怖数倍。夏若云也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丈夫，看了看宝骨，又看了看正在大快朵颐的秦风，扑哧一笑道：“我看这孩子挺喜欢这块宝骨的。至于要不要修炼宝骨上的功法，全看孩子他爹。”秦正道低头沉思，面色肃然。修炼功法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事情，决定着自家儿子未来的前途。修行之路本就困难重重，若是畏惧这小小天劫，又怎能称帝？我秦正道的儿子当修习最强的功法，成就独断万古的盖世帝君。秦正道的话仿佛引起了天道共鸣，一时间数道天雷降下。对于秦正道的决定，第三祖并不意外。夏若云也没有多说什么。第三祖微微颔首，一挥手将记载有3门天阶功法的玉简拿在掌心，转而看向秦微雨道：“这小女娃能和3门天阶功法相互吸引，便暂时将3门功法都交于她，待其长大再做决定。”第三祖的话自然无人敢反驳。既然如此，今日的功法择主仪式便到这里结束吧。等2个孩子能走路了，就把他们送来祖地。我和其他老祖们会教导这对姐弟修行。第三祖出言，这功法择主仪式自然算是结束了。第，检测到残缺功法祖神炼体诀，可补全。提示：残缺功法与宿主的不灭祖神体契合度为100%，强烈建议宿主修习此法。这宝骨里竟然有祖神修炼之法，如果是真的，整个天机阁内最强的功法非他莫属。果然暗藏玄机，全神贯注下，这宝骨在秦风眼中模样大变。宝骨上看似随意的裂纹中，竟暗含些许天道的韵味。紫色雷光冒出时，宝骨内还隐约有道音传出。3两息的时间里，道音已有百般变化。更重要的是，秦风惊喜地发现，他能看懂宝骨上暗含天道韵味的裂纹，甚至晦涩难懂又细若蚊蝇的缥缈道音，他也能牢记于心，转瞬间便能顿悟其中含义。这是天道赐福的效果。秦风聚精会神，宝骨中阵阵玄奥的道音宛如活了过来，化作一个个摆有各种动作的小人，尽数涌入了自己的脑海。巨量复杂的信息，即便是半部圣人来了，都要苦思冥想好多年才能参透一星半点。但对于秦风来说，参悟这些深奥的知识，却好似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秦风大喜过望，连忙闭上眼睛，仔细感悟。再次睁眼时，已然融会贯通，看之即会，得之即用，系统诚不欺我也。恭喜宿主学会祖神炼体诀，参包含半睡镜、灵海镜、圣人镜的修行之法，以及不灭祖神体第一重滴血重生镜的炼体方法。得知宝骨内只有3个境界的修行功法，甚至第3个境界还是圣人境。秦风不由暗自吐槽自家老爹的不靠谱，功法都不完整就丢给自己修炼。但好在自己有系统可以补全功法，暗自庆幸一番。秦风向系统发问道：“系统，如何补全祖神炼体诀？”
提示：四组可通过随机任务获得补全功法的机会。随机任务。秦风沉吟片刻，便准备暂时把补全功法的事情放在一边。车到山前必有路，等他修炼到灵海境，这么长的时间里，总有机会补全功法。还是先试试这祖神炼体术的效果吧。第一次修炼，秦风还有些不习惯，笨拙地学着脑海内道音小人的动作，摆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一套动作下来，秦风体内一阵热流涌动，本就强盛的气血之力再次增强，经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淬炼，变得更加坚韧，骨骼也蒙上了淡淡的玉石光辉。真的有效果！体验到修炼的甜头，秦风当即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不可自拔。转眼间，3天过去了。啥？他怎么能站起来了？才出生几天啊？然而更令他目瞪口呆的还在后面。就见秦风站起身后，初时还有些摇晃，但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笨拙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紧接着是第2步、第3步。虽然还有些不熟练，但自己弟弟确确实实会走路了。侍奉的宫女们见到秦风竟然站了起来，吓得就要伸手去抱。当他们见到秦风竟然稳稳地自己站直了身体，甚至还能走路，下巴都要惊掉了。喜上心头，立刻就有人跑去隔壁通知夏若云：娘娘，娘娘，小皇子会走路了。秦风此时也乐坏了。经过3天的修炼，他终于踏入了斑血境。虽然还未测试力量，但浑身汹涌的气血之力，较之寻常斑血境圆满的修士也不遑多让。如果想即刻晋升灵海境，也不是不可以。不过秦风觉得自己在斑血境还远远没有达到极限，他要再在斑血境沉淀2年，冲击力量极境。除了修为上的进步，这3天里秦风身体也得到了强化。虽然距离修成不灭祖神体的第1重滴血重生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肉身却早已不像普通婴儿那样脆弱，提前结束了每天只能躺着睡觉的无聊生活。伸了个懒腰，秦风决定出门散散心。婴儿要多锻炼身体才能长得壮。风儿，风儿，你会走路了？盯着秦风的眼睛，夏若云仿佛想从其中找到答案。秦风正直勾勾地盯着床沿，黝黑的大眼睛里满是怨念。秦风很无语啊，他其实很想告诉母亲，自己费了好大劲才走到床边，眼看着就要大步迈向屋外的世界了，谁料你却让我回到了原点。做一个婴儿真是太难了。张了张嘴，秦风尝试说话，奈何发音系统尚未发育完全，费了老半天劲才勉强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妈妈，外面，晚。瞬间，夏若云呼吸一滞，儿子竟然还会说话。他可没想到真能得到儿子的回复，这才出生第4天啊，不仅能走路，还能说话，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儿子，你说你想出去玩。妈妈，晚。见秦风说了2句，好像累了，夏若云当即抱着秦风来到窗边，让他能看到颐和宫外的园林。园林内有不少灵芝奇兽，倒也满足了秦风的好奇心。见秦风满意了，夏若云连忙遣人去通知朝堂上的秦正道。得知此事后，秦正道朝都不上了，留下句改日再议，人便来到了颐和宫。婴儿床前此时已经围了不少人。我儿出生4日便可走路说话，哈哈！试问荒域千万年来可曾出过如此神童？秦正道乐得合不拢嘴。西方佛国有佛子号称佛祖转世，满月时可走路，1岁时可诵经书，但在我秦家神童面前，这佛子也不过尔尔。第7组很少闭关，平日里坐镇秦家，今日听说秦风会走路了，立马丢下手中事宜，第一个赶来。这孩子身体强健，气血如龙，莫非是已经踏入斑血境？肉身一道上造诣颇深的第5组率先察觉到了不对。果真如此，这肉身力量至少相当于斑血境大圆满，好恐怖的娃娃。们一番探查，秦风的修为自然是藏不住，纷纷赞叹秦风的不凡。另一边，秦微雨觉得自己被冷落了，他张了张嘴，也想说话，奈何羸弱的发声系统根本不足以支持他说出半个字来。看了看自己娇嫩的小短腿，秦微雨奋力翻了个身，也想站起来。雨帝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服输。注意到这边动静的众人立马投来了暗含期待的目光。秦微雨这下更努力了，撅着小屁股，秦微雨将2条腿摆正，想要站起来，颤抖的双腿，不屈的战意。我秦微雨乃女帝转世，绝不能输给这个臭弟弟。秦微雨拼尽全力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扑通，坚持了不到1秒，秦微雨摔倒了。好在是在床上练习，这一下并没有摔疼。夏若云心疼地抱起了女儿。微雨啊，学走路不是1天2天的事情，咱慢慢来哈。秦微雨无语，他尽力了啊。围观众人虽然有些失望，但也能理解，毕竟这才是正常现象。时间很快又过去了10多天，转眼间，秦风已经能熟练地满地乱跑了。更离谱的是，随着秦风一天天长大，老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不仅说话愈发清晰，
连思维逻辑都严谨缜密，完全不像是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倒像是个成年人。这下子更让一群老家伙们啧啧称奇。反观秦微雨这边，他早就放弃和弟弟比较了。这么些天下来，他深深体会到了自己弟弟根本就不是人，天才、妖孽，不，这臭弟弟分明是个小怪物啊！秦微雨还在费力学习走路说话的时候，秦风已经可以扛着院子里的巨石上蹿下跳。千年玄铁铸造的沉重大鼎，在他手里就和玩具一样丢来丢去。太古凶兽的幼崽都没他这么猛的。要知道，无论什么种族，刚出生时都十分脆弱。即便是以肉身见长的擎天巨猿彝族，也需要在日积月累中不断积攒经验，慢慢掌控体内的力量。秦风的表现已经打破了常理。身为转世女帝，秦微雨觉得自己和弟弟一比，简直称得上愚笨。但没关系，不灭祖神体本就肉身强横，搬血境修炼得快，并不能说明什么。本帝重走修行路，等到了灵海境乃至元婴境，肯定能吊打你。光阴如水，日月如梭，时间一晃又过去了10天。这天，秦风提着一篮神光四溢的灵果来到了姐姐床前。姐姐，这是我刚从皇家药园里采来的灵果。
就秦风自己到处跑也是会闷的。姐姐会走路了，俩人便能一起出门逛了。至于姐姐会术法，他倒是不羡慕。这东西等自己临海境了也能学。经过20多天的锻炼，他已经完全掌控了身体内的气血之力，同时也深知自己在肉身一道上尚有无穷的潜力可以挖掘。目前来说，继续在斑血境夯实基础才是最优解。秦微雨可不知道秦风的想法。玩什么玩？你身为大秦皇子，没有强大的实力，将来怎么继承皇位？老老实实的坐下跟我一起修炼。父皇、娘亲，我想和弟弟比试一番。如果我赢了，就让他专心跟着我修炼，今后少在皇宫里到处闲逛。正愁怎么让弟弟乖乖跟着自己修炼，眼下父母来了，倒不如让父母见证自己和弟弟打一场，遭一顿打，吃了亏，肯定就懂得奋发图强了。我可真是个好姐姐，才不是单纯想教训一下这个娘胎里就欺负自己的臭弟弟。哈哈，既然如此，风儿，你便与你姐姐比试一番，如果输了就踏实修炼，争取早日追上你姐姐。父皇，我其实……面对挑战，秦家男儿从不退缩。你虽然才斑血境，但也该迎难而上。风儿，为娘知道修炼很苦，但你父皇和姐姐也都是为了你好，有娘亲在，你不会有事的。你姐姐还在等你呢，去吧，乖。秦风无语。秦微雨早就想做一顿秦风，找点场子回来，今天总算是逮着机会了。水龙术。这玩意儿是水龙术，单是这巨大体型带来的冲击力，临海境中期的修士来了也挡不住。不止如此，微雨的水龙术从凝聚到释放前后不过半息，这么短的时间，普通临海境修士根本来不及抵挡。风儿怕是要输啊！坏了，我该不会用力过猛了吧？秦微雨暗道不妙，她身为女帝，自然通晓天地间各种至强宝术。战斗前思来想去，终究是怕误伤到年幼的弟弟，选择了5行术法中攻击力最弱的水系术法。但看眼下的情况，水龙术还是太过了。自己弟弟毕竟只是个出生没满月的婴儿，空有斑血境大圆满的修为，但面对一条小小的水龙就被吓到了。风儿，不可！若云，你仔细看。咦，这小龙没什么劲儿啊！这些天里，他虽然举过鼎，扛过山，但没有具体测试过身体的力量。在他看来，即便自己比寻常斑血境修士强，但想要战胜临海境的姐姐还是有些困难的。可看似气势汹汹的水龙，怎么一拳就被自己打爆了？竟然一拳就击碎了！正道，咱儿子这肉身之力已经超越斑血境极境了吧？这恐怖的肉身之力，打10个斑血境圆满的修士都没问题。自家儿子是想要肉身成圣吗？寻常人类修士斑血境圆满不过万斤，咱儿子刚才的一拳至少有2万斤。尚未满月便能突破人类斑血境极境，甚至将极境数值翻了2倍有余。这肉身之力简直匪夷所思，竟然这么强，可恶啊！本地的辛苦凝结的水龙术，他竟然说是小龙，还没什么劲儿。臭弟弟竟然敢瞧不起姐姐，刚才不过是姐姐让着你，这就让你见识见识女帝姐姐真正的实力。5行灭杀阵，没有选择和肉身强横的弟弟近战，而是使用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5行阵法之术。这套5行灭杀阵虽然消耗灵力不多，但运转之法极其复杂，凭借自己细致入微的操控，能令此阵发挥出越级战斗的威能。上届时，他就曾在临海境以此阵困杀过纯血麒麟。来得好，杀！这就是不灭祖神体吗？好恐怖的恢复力，破而后立，再生的肌肤也比原先更加坚韧。秦正道夫妇纷纷倒吸一口冷气，对视一眼，夫妇2人隐约懂得了儿子为什么出生以来便如此偏爱吃灵果。炼体一道需要大量天材地宝，自己儿子能有如此肉身，估计和出生以来吃下的各类稀碎灵果有关。给我破！秦风小小的身体蕴含着令凶兽都要胆寒的力量。怎么可能？秦微雨没想到自己全力施展的5行灭杀阵竟然被小弟以蛮力冲破，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真正的一力破万法。都停下吧！再让你们打下去，为父的皇宫都得让你们拆了。我输了。没想到自己还在为突破到临海境沾沾自喜的时候，弟弟已经冲破了肉身极境。即使是上界，
也只有专修肉身的古老道统中的绝世天骄，才有机会做到这点。堪比林海境中期的水龙术就不说了，五行灭杀阵这种玄奥的术法是初入林海境的女儿该懂的吗？你们父皇在林海境的时候还在搓火球呢，还有自家儿子一身恐怖的气血之力在天雷地火中横冲直撞，面对各种凶险绝伦的杀招，不仅毫发无伤，还越战越强，最终以斑血镜击败了自己姐姐，离谱至极。真龙幼崽来了都没这么能打。虽然心中早已波澜四起，但表面上秦正道还得努力维持着一个父亲的威严，和蔼的蹲下身。秦正道温声道：“你们刚才的表现都很不错。”风儿悄悄突破了斑血镜极境，而微雨也施展出了这些令为父都颇为惊艳的强大术法。你们两个都是我大秦的天骄，也都证明了自己在修行之路上并未懈怠。很精彩，微雨，你已经很棒了。五行灭杀阵是极为深奥的术法，许多元婴境的修士都无法掌握。你会输，完全是因为你弟弟肉身之力太强了。3艘高大的楼船规规矩矩地停在城外的空地上，2列黑甲禁军夹道欢迎。楼船下，一名剑眉星目的中年男子领着一名3、4岁的小女孩安静地站着。2名白发苍苍的老者遥望雄伟高大的城门，心中不知作何想法。在他们身后，10余名夏家青年才俊，个个心高气傲，一统朝天。再往后是数百名力士和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精美宝箱，这些都是夏家此次带来的贺礼。族长，这些秦国人可真不懂礼数，让我们在外面站了这么久。住嘴！
我们是来登门祝贺我外甥和外甥女满月的，不是来闹事的。队伍最前方的中年男子转头呵斥道。正在此时，秦正道和抱着2个孩子的夏若云带着一队人马出现在了皇城东门，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从皇城里出来迎接。哈哈，岳父、岳母、夏族长，真是好久不见。秦兄恕罪，平日里族务缠身，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今天我外甥和外甥女过满月，我专程带来了对打熬肉身有奇效的上品灵草100株，中品灵草1000株，还有1滴生命禁区得来的麒麟宝血。这滴麒麟宝血乃是远古时期的纯血麒麟所留，机缘巧合之下才能保存至今。麒麟宝血。秦正道这边和夏长青你来我往的寒暄，秦风却发现自己母亲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微妙。云儿，这些年你在秦国过得可好？正道待我很好，至少比您2位强多了。显然和父母之间有过一段不太愉快的过往，兴许是因为不想给2个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末了夏若云还是面色微缓，柔声对怀里的秦风和秦微雨说道：风儿、微雨，这是你们的外公外婆，去问个好吧。 2个老人显然早就惦记着自己的外孙子和外孙女，齐齐将目光投向了2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真不愧是出生便能在荒域掀起轩然大波的神鹰，看上去就不同寻常。秦风伸了个懒腰，觉得总是躺着对身体不太好，干脆翻身从母亲的怀里跳了下来，大摇大摆地走到2个老人的面前，行了一礼道：“外公外婆，你们好，我叫秦风。”秦微雨也不再修炼，坐在母亲怀里微微颔首道：“你们好，我叫秦微雨。”这孩子不是刚满月吗？怎么会说话，会走路了？2个老人家惊愕失色，外婆手里的拐杖更是一个没拿稳，直接掉在了地上。2老低头看了看勉强有小腿高的秦风，又抬头看了看坐在母亲怀里的秦微雨，连拐杖掉了都没发现，眼睛里全是这2个神异非凡的小娃娃。可不吗？2孩子才出生没多久就会说话会走路了，成天在皇宫里跑来跑去，闹腾得很。夏若云嘴上抱怨，但脸上的得意却怎么藏都藏不住。羡慕吧，这可是我夏若云的儿女。秦风自然听得出来母亲这是在炫耀，当下也不拆台，看了看正准备继续闭目修炼的秦微雨，决定牺牲一下姐姐，成全妈妈的炫娃梦，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秦风指着一脸懵逼的秦微雨哭诉道：“娘亲，这不赖我啊，还不是因为姐姐每天都沉迷修炼，无法自拔，皇宫里都没人陪我玩了。”这小娃娃说什么修炼？开玩笑吧，老婆子，我耳朵背，刚刚听得不太清，咱外孙说啥了？修炼外孙说，咱外孙女儿会修炼。外婆揪着外公的耳朵，大吼道。话毕，一脚把跟了自己多年的拐杖踢到一边，打了个哈欠。秦风无聊地眯起了眼睛，心中暗道：看吧看吧，你们看你们的，宝宝，我先睡一会儿。中州赵国国主道，献上灵琴8针鸡1只；中州魏国国主道，献上明眸灵果1颗；中州韩国国主道，献上仙酒1壶；中州楚国国主道，献上仙草翠谷花1株。缥缈书院，这次满月宴，荒域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尽数到齐。中州7大国的国主，除了燕国国主也已经就位，这么多大人物齐聚于此，饶是平日里专供招待贵客的紫光阁也险些坐不下。随着一盘盘精美的前菜被美貌的宫女整齐地端上餐桌，一时间紫光阁内谈笑四起，热闹非凡。有道殷红钟在天际响起，2头神骏的麒麟拉着一架4轮战车飞驰而来。伴随着这架麒麟车的出现，天空中有祥瑞之雨降下。何人竟能让麒麟拉车？2头麒麟血脉纯正，让如此难得的神兽拉车，好大的排场！司仪也没想到这会儿还有人来，看了看手中的名单，司仪略显惊愕。一枚笼罩在青色光晕之中的宝药从麒麟车中陡然飞出，转瞬间便窜入了紫光阁。中州燕国国主道，献上生生造化丹1颗。看到来人，司仪虽然很想冲上去将对方大卸8块，但还是恶狠狠地报出了对方的名号。燕国国主令无数秦国百姓家破人亡，秦国子民人人都恨不得将他抽筋拔皮，除之而后快。秦皇居然还邀请了燕国来，这燕皇也是好魄力，竟真敢前来赴宴。燕国什么时候这么牛了，能使唤麒麟拉车？为首者正是燕国国主。燕皇满脸笑意，假惺惺地来到紫光阁内，祝贺道：“姑，代表燕国给秦国的小皇子、小皇女庆满月。”全场哗然，谁也没想到这次宴会上竟然会出现燕国人。秦燕2国连年交战，早已是血海深仇。这次宴会上2国之君共处一室，肯定有好戏看了。谢燕皇，请入座。秦正道不怒自威，
言语间悲喜不显。燕皇笑眯眯地冲秦皇拱了拱手，带人坐了下来。很快，宴会便开始了。燕皇这次似乎只是来吃饭的，从始至终眼睛都没往主位上看一下，全程慢条斯理地享用着桌上的美食，真把帝国皇宫当成了自己家一般，好不自在。宾客们的目光和聊天的焦点都始终在秦皇的2个孩子身上，奈何秦微雨和秦风姐弟2人，一个在埋头苦修，卯足了劲儿想要在下次的比试中找回场子，一个在呼呼大睡，梦里重温地球的美好时光。酒过3巡，见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秦正道举杯笑道：“想必诸位都知道，前些日子孤猎杀了一头5爪金龙，今日吾儿将以龙血铸体，你们有带子嗣前来的，可一同上前共沐龙血。”巨大重鼎被黑甲禁军抬了上来，鼎里盛满了金光灿灿的龙血秘药。好浓郁的真龙之力，这必定是龙族皇室之血。不得了啊！秦皇就不怕让东海老龙报复吗？我家孩儿刚满周岁，若是能以真龙宝血熬制的秘药铸体，未来再搬血境，肯定能省去大把时光。云涛虽已是少年，但这龙血秘药对他也颇有益处，说不定有机会助他突破肉身极境。这可是好东西啊！平日里别说是5爪金龙之血，最普通的龙血都能令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争得头破血流。秦皇可真是残忍啊！为了给自家孩子夯实肉身根基，竟然就去杀了别人家的子嗣。要知道这5爪金龙他也是有父亲的。秦正道平静转头，眸中寒芒直逼燕皇。区区一条畜生，杀了就杀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杀一条畜生给我儿铸体，给诸位人族天骄铸体，有何不妥？燕皇没有说话，嘴角微不可察的勾起。没有人注意到，他身后正站着一名浑身包裹在黑袍中的怪人，正颤抖着身体。这时，血云门处飞出一人，正是未央老祖。秦皇说得好，区区一头畜生，杀了便杀了。我有个孙女，这次留在门中闭关，没能前来。敢问秦皇可否留一鼎龙血秘药给老夫的孙女？老夫他日定有厚报。秦正道点点头，一尊宝鼎连带里面的龙血秘药便向未央老祖飞去。其他人眼见宝药已经少了一鼎，连连出言道：“我西方佛国菩提果1颗换龙血秘药。”我楚国矣。紫光阁内呼声四起，上演着一出瓜分龙血的盛宴。够了！竟然是5爪金龙，好恐怖的气息，至少是皇主境，莫非是龙王亲至？燕皇见到龙目中那诡异的血纹，顿时心下大喜。之前老祖给他的东西果然好用，这老龙着了道，已经失去神智。没错，其实早在秦正道前去屠龙的时候，燕皇就想过要让龙族和秦国对上了。之后秦正道生下那逆天的一儿一女，更是让他坚定了这个想法。为此，他甚至问自家老祖求过能够迷惑心智的血煞丹，并且偷偷给龙王服下。如今看来，这效果倒不是一般的好了。才3言2语，这龙王便被激怒到疯狂的境地了。接下来便可坐等他替自己杀掉秦皇的儿女。这皇主境的老龙似乎是燕国人带来的，勾结龙族，燕皇前来赴宴，果然美安好戏。宾客们的讨论自然逃不过燕皇的耳朵，目光投向说话的宾客。燕皇冷哼道：“哼，聒噪，休要妄图抹黑我大燕。”不管成与不成，燕皇当然是先要摘出自己的关系的。天上的龙王此时也不去管燕皇的动作，满含怒意的龙吟响彻天地。秦正道，你杀我爱子，今日我便要你的儿女拿命偿还。5爪金龙目光锁死了秦风和秦微雨2个孩子，扭转龙身以铺天盖地之势，势不可挡的直冲而下。畜生，你敢！孽畜，想对我外孙子和外孙女动手，也不问问我们2个老人家答不答应。秦风的外婆抬手间便有无形屏障笼罩住了秦家和夏家的小辈，这些可都是他们的宝贝疙瘩，伤一个都不行。面对3名皇主境强者，还有皇宫中迅速围上来的黑甲禁军，老龙王像是被愤怒冲昏了理智，再次怒吼着冲向了紫光阁外的2个小家伙，任由3名皇主境强者的攻击将他打得鳞甲纷飞，也要杀掉秦风和秦微雨。坏了，老龙王毕竟是皇主巅峰境强者，这样全然不要命的冲向2个孩子，秦正道即便是在2位老人家的帮助下，也拦得很吃力。眼看自家孩子就要危险了，
突然，虚空中有一尊玲珑宝塔浮现，正向失去理智的龙王。面对这尊玲珑宝塔，皇主境巅峰的老龙王扭动龙躯，拼命挣扎，一道道龙族秘法轰击在宝塔之上。然而这些都做了无用功。老龙王敢在我大秦皇宫闹事，不怕我灭了你龙族？有雄浑的声音在天际回荡。第三组出手了。好像秦国第三组虽未踏入圣人境，但这实力已经可以横行荒域了。若是不惜代价，秦国真有可能覆灭龙族。前来祝贺的宾客们看到这一幕，皆惊心骇目。紫光阁外的玲珑宝塔中，模糊的龙影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但随着玲珑宝塔缓缓升起，飞向祖地，老龙王的挣扎已愈发微弱，没法交流。第三组的问话得到的却是一道龙吼。不仅是第三组，紫光阁内外的宾客们也注意到了龙王情况不太对劲。怎么回事？有着皇主境巅峰实力的老龙王竟会神之尽失，太可怕了！就在宾客们满心猜忌之时，秦正道杀人的目光已经向燕皇看去。燕皇，今日之事，你不给我秦某人一个交代，就别想活着走出秦国了。燕皇整了整衣袖，面不改色道：“交代？莫非秦皇觉得孤能控制这皇主境巅峰的老龙？”秦正道气笑了，怒道：“燕皇使了何种手段，寡人不知，但这老龙是你燕国带来的。燕皇莫要说，皇主境强者竟瞧不出自己手下混入了外人。”燕皇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转而摊了摊手，笑道：“孤是皇主境不假，可这老龙王乃是东海之主，谁晓得有多少手段能瞒过孤的探查？倒是你秦国自己不查清楚宾客的身份，让这老龙在宴会上大闹，险些伤了我等，现在还想找受害者问罪吗？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燕皇话音刚落，紫光阁外的宾客瞬间吵翻了。要说皇主境强者连自己带来的人里混入了条龙都不知道，你们信不信？我是肯定不信的。分明就是燕皇把龙族带到宴会上捣乱，现在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受害者。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宾客们明里暗里的讥讽让燕皇有些下不来台，四下看去竟没有一个人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意识到自己犯了众怒，燕皇面色难堪的轻咳了2下，稍微松口道：“虽然此事与我燕国无关，但这畜生混入我燕国队伍，终归是孤的失察。孤愿拿出3条上品灵脉作为对秦国的赔礼，但孤有个条件，灵脉可以给你秦国，前提就是你秦国的皇子皇女必须与孤的爱子比试一番。”燕皇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秦正道目光森冷，什么也没说，静静地看着燕皇表演。而燕皇说完，也负手而立，和秦正道对视。紫光阁外的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就在这时，紫光阁上空有一道浑厚有力的嗓音响起：“燕皇，今日我大秦皇子皇女满月，来者是客，想与我大秦的皇子皇女切磋，自然无妨。可若再有什么小动作，莫怪我以大欺小。”玲珑宝塔连带老龙王已经消失在了秦国祖地。秦正道挥手间将紫光阁外的一切恢复如初，看向燕皇冷哼道：“哼，既然老祖出面了，今日之事暂且作罢，把你的孩子领出来吧，我们就在这紫光阁之外，让孩子们比试一番。”紫光阁外很快就有皇宫侍卫抗来了一个擂台，擂台是从禁军演武场直接拆过来的，通体由黑曜重铁打造，即便是元婴境强者全力一击都无法在擂台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时，燕皇终于慢悠悠牵着他孩子出来了。宾客们一看，泰然是个3、4岁的男童。这孩子虽年龄不大，但心思沉稳，倒是已经有了几分他父皇处变不惊的本领。燕皇带来的一位大臣出言奉承道：“哎呦，不错哦，小小年纪便已有灵海境中期的修为，此子当真是位绝世天才。”有燕国境内宗门看出男童的修为，赞誉有加。燕皇真好意思说出口，让灵海境中期的儿子去欺负2个修炼没多久的娃娃。关键是人家秦国的皇子皇女才刚满月，燕皇的孩子都3岁了，提出这样不公平的比试，燕皇还要脸吗？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负债子长。任务完成条件：每日宴赌斗中击败燕皇之子。任务完成奖励：黄金头。燕皇才是控制老龙王的幕后主使，请宿主狠狠教训燕皇的爱子。果然，秦风耳边忽然响起了系统提示。一看任务内容，秦风便确定了燕皇就是这次事件的主谋。不管系统奖励的黄金铜究竟是什么，这个负债子长的任务自己都做定了。眼睛一眯，秦风看向了燕皇牵着的孩子，身着华服，小小年纪便已有了几分帝王之气，而且体格强壮，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个3岁孩子。正在秦风打量之际，燕皇手里牵着的孩子却像是有所察觉，竟然转头朝这边看了过来。看到是秦风这个刚满月的小娃娃，微微一愣，随后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
秦风瞬间怒了，真能忍！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这么嚣张，爷爷，我这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父债子偿。秦风当即迈前一步，毫不退缩地站了出来。秦正道察觉到秦风的战意，会心一笑，看向燕皇道：“燕皇有这份心意，便让小辈们比试比试，让大家乐一乐。不过嘛，比试总归是要有些彩头才有趣，各位觉得呢？”秦正道的这一番动作让宾客们都傻了眼，这得是对自己孩子多有信心才能如此。燕皇神色一正，转头注意到正和自家儿子对视的秦风，险些嗤笑出声：“秦正道为了他孩子竟然感情用事，不过也好，我儿子可是凌海境，肯定不会输。”自以为洞悉了事情的真相，燕皇于是毫不犹豫地抬手抛出异物，细看去竟是一柄缭绕着血煞之气的漆黑战锤。秦皇提议甚好，这把血煞战锤乃是不朽圣兵，我拿出来压无而已。不朽圣兵这种战列级的武器也是能拿出来当彩头的。燕皇的孩子已经是凌海境中期了，按理说应下赌斗师拿9碗。燕皇这是想逼秦皇拿出同等价值的事物与他赌斗啊！不朽圣兵一出，一下子吸引了全场宾客的目光。面对燕皇的步步紧逼，秦正道也针锋相对道：“既然如此，寡人便以燕皇刚才拿出的3条上品灵脉作为赌注，赌我孩子赢。3条上品灵脉的价值比起不朽圣兵来说，只高不低吧？”秦正道此话一出，燕皇立刻变了脸色，这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打他的脸。刚刚赔礼赔给秦国的3条上品灵脉就被对方拿来当赌注，真是欺人太甚。既然秦皇这么想把姑送出去的灵脉还回来，姑便却之不恭了。燕皇咬咬牙，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秦微雨冷冷地看向跃跃欲试的秦风道：“你上就你上，但要是敢给父皇丢脸，待会儿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秦微雨的目光让秦风冷汗直冒，忙打包票道：“没问题，不过就是个临海境中期，保证待会儿揍得连他爹都认不出来。”挥了挥小拳头，秦风心中暗自吐槽：“姐姐真是太暴力了，看这架势，今天如果不是我抢着要上，姐姐肯定早就一堆火球闪电丢过去，把燕皇的爱子轰得屁滚尿流了。”秦风和燕皇的孩子相隔3丈，相对而立。没想到明知我已经是临海境中期，你还有胆子上来面对我。就像你爹说的，我秦风大帝之资，越阶打你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要怪就怪你爹不老实，被地力使坏。今天打不过你爹，我先来从你身上讨回点利息。秦风浑身气血激荡，搬血境大圆满的修为显露无遗。秦家的小皇子已经搬血境大圆满了，修炼才几天啊，这还是人吗？刚满月就有此等修为，秦家的小皇子怕不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修炼了吧？随着秦风主动显露实力，秦正道预先设下阻隔探查的手段自然也失去了效果。紫光格外围聚的宾客们看清秦风的修为，一个个都震惊得不得了。燕皇之子见到秦风身上汹涌的气血之力后，同样一愣，但很快便摇头笑道：“你确实出乎了我的预料，但如果这就是你狂妄的资本的话，今日我便替秦皇好好教育教育他的儿子。”话毕，燕皇之子忽然暴喝道：“金龙宝术！”霎时间，擂台上空便有5爪金龙的虚影浮现，同时，燕皇之子身上有金色的烈焰瞬间腾起。仔细观察，还有坚固华丽的龙鳞在其体表若隐若现。竟然是金龙宝术，这种5爪金龙一族秘而不宣的宝术，燕国怎么会有？连金龙宝术都用出来了，还说和这老龙没关系。宾客看到金龙宝术后，都露出了贪婪的目光。燕国老祖曾机缘巧合下斩杀一头5爪金龙，从其宝骨之上渗透了部分金龙宝术。多数强横种族，即便是死前自毁宝骨，也不会留下来给其他种族参悟。燕皇的话自然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擂台上的2个孩子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就在宾客们闲聊的这会儿功夫，燕皇之子已经双手腾爪向秦风猛扑而去。金龙宝术的加持下，燕皇之子抓出的手掌仿佛化作的金龙的利爪，覆盖上了浓浓的金光。然而面对飞扑而来的对手，秦风却面不改色。就这点阵仗，比起姐姐的5行灭杀阵来说，差远了。果断的扭腰前冲，好快！秦国的小皇子怎么速度会这么快？锐利的龙爪和秦风白嫩的拳头碰撞在一起，恐怖的气浪以2人为圆心爆开。顷刻间，龙爪碎裂。秦风平静地收拳起身。这次力量的对决中，处于下风的竟然是燕皇之子，竟然一拳就击溃了金龙宝术，好强的力量！秦国皇子好像都没有动用宝术，完全是肉身之力。这肉身之力已经不只是搬血境大圆满了吧？肯定早就突破搬血境极境了。
一个刚满月的娃娃竟然修炼到了斑血境大圆满。没想到你的肉身这么强。他作为秦风的对手，能最直观的体会到秦风体内的恐怖力量。你是来打架的还是来唠嗑的？自己本事不行，怪我太强喽。跟姐姐比起来，这个临海境中期的燕皇之子也太弱了，方才仅用了5成力而已。噗噗！台下的秦微雨看到小弟贱兮兮的模样，直接笑了。斑血境极境，怪不得敢和我对赌。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相信自己儿子一定能赢。秦皇既然对自己孩子这么有信心，不如咱们再赌点大的。燕皇想赌点什么？燕皇一狠心，取出了18柄青色的小鸡道。这套星罗大阵乃是我大燕的练兵之宝，如果你家皇子赢了，这套星罗大阵就是你秦国的了。星罗大阵一出，宾客们都惊呆了。我没看错吧？燕皇竟然连星罗大阵都拿出来了！燕国的战无不胜的10万血魔大军，传闻就是这星罗大阵操练出来的。若是这次赌斗终将这星罗大阵输给了秦国，燕国今后在战场上的优势可就全没了。燕皇这次要玩真的啊！这星罗大阵对大势力而言，价值远在不朽圣兵之上。秦皇会加注吗？说实话，秦国小皇子虽然突破了斑血境极境，但肉身突破极境之后，力量每提升1斤都很困难。秦国皇子刚才一拳虽然势大力沉，终究不过万余斤，想要逆伐临海，胜算还是小。任由宾客们激烈讨论，秦正道心里乐开了花。秦正道此刻一点都不担心儿子会输，怕就怕燕皇不赌了。表面装出副犹豫的模样，秦正道好像做出了某种重大的决定似的，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猩红的宝玉道：“我以此物压我而赢。”血玉髓竟然是此等提升修为的宝物，这一枚血玉髓的价值，就比先前包括星落大阵和血煞战锤在内的所有宝物加起来都要贵重。秦皇也动真格了。燕皇一愣，但看到秦正道满脸肉疼的模样，立刻便笑意盎然的一挥衣袖道：“既然如此，赌约成立。”燕皇与秦皇对赌之际，两个孩子之间的战斗还在继续。两道小小的身影，这会儿功夫已经对攻数十次。然而这期间，秦风始终克制着力量，和燕国皇子打得有来有回。只等到台下两个大人把赌约定好了，秦风终于不演了。眨眼间，燕国皇子再次催动金龙宝术，面目狰狞地向秦风冲来。这一刻，燕国皇子好似真的化作了一条5爪金龙，金色的龙颜全部汇聚右爪，怒吼着向着秦风全力挥出。炙热的龙颜过处，能承受元婴强者全力攻击的擂台都隐隐有融化的势头。来吧！面对这样恐怖的一击，秦风这次不躲不闪，选择了硬碰硬。秦风挥拳迎击，他也想看看自己肉身的极限究竟在哪里。他竟然不躲！燕国皇子惊疑不定之时，右手成爪已经抓在了秦风拳头上，瞬间，一道人影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了出去。骇然是燕国皇子，怎么可能？燕皇脸上的笑意还未褪去，转头就看到自己儿子被巨力打飞，卸下了伪装的秦风，肉身之力全面爆发，浑身3倍于寻常斑血境大圆满修士的力量，让他化作了真正的太古凶手。一击得势，秦风毫不停歇，5步便追上倒飞出去的燕国皇子，双拳从上至下对准燕国皇子的胸口，又是一击。这一击直接将燕国皇子浑身的金色龙颜都砸散了，身体重重砸在擂台之上。看到燕国皇子试图再次催动金龙宝术，秦风直接挤到燕国皇子的身上，劈头盖脸的又是好几拳下去，直到燕国皇子再无反击的力量，才意犹未尽的从其身上跳了下来。秦风从爆发到击败燕国皇子，整个过程不过10息，气势汹汹的燕国皇子已经被砸得眼冒金星，倒地不起。燕国皇子这么不禁打，这临海境中期是假的吧？秦国的小皇子也太妖孽了吧！这何止是突破了肉身极境，这是把肉身极境原地翻了3倍啊！哈哈，不愧是小皇子，当真有雄主之姿。秦正道对此早有预料，看到战局已定，不紧不慢地看向燕皇道：“呵呵，令郎好像已经输了，这赌约不知还作数吗？”秦国的小皇子真是太强了，斑血战临海的我见过，也不是没有天骄越阶战败临海境中期，但一个秦国皇子才刚满月，就有了此等逆天战绩，当真是不可思议。燕皇这次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趟好处没落着，宝贝倒是全输出去了。星罗大阵啊，这种宝贝，你们说燕皇舍得吗？该不会要耍赖吧？燕国输了赌约，来自5湖4海的宾客们都等着看好戏。燕皇面色难看，看了看擂台上得意洋洋的秦风，又看了看笑眯眯的秦正道，燕皇的心都在滴血。没想到这次赔上了一柄不朽圣兵还不够，星罗大阵竟然也赔出去了。秦正道这条老狐狸肯定不会让自己轻易违约的，如果自己不肯交出2件宝物，怕是根本走不出这秦国皇宫。啊！你做什么？快住手！转头望去，秦家的皇子竟然又是一拳打在了自己儿子面门。
怎么啦？我还以为燕皇觉得赌斗没结束，让我们再打一会儿呢。秦国的小皇子真够有趣味的。我看这燕皇就是输了赌约想赖账，秦国皇子打得好，就是这燕国皇子惨了点，自己父亲欠的债还得他来还。燕赵两国时有摩擦，看到燕皇吃瘪，他自然开心。给你。宾客们的议论让燕皇的面色黑入锅底，丢出星罗大阵和血煞战锤。燕皇抱起昏迷过去的儿子，头也不回地带人上了麒麟战车。秦正道也不阻拦，面带笑意地收起2件宝物，目送麒麟车远去。自此，宴会终于和谐了不少。紫光阁内，酒肉上桌，歌舞再起，宾客们再次交头接耳，谈笑风生。而他们谈论最多的，自然就是赌斗中大放异彩的秦国皇子。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负债子偿，获得奖励黄金头。黄金头以自动融合，黄金头可探查他人信息，不除幻术。更多功能请宿主自行探索。宿主秦风，体质不灭祖神体，功法祖神炼体诀，宝术5，修为白血境大圆满，肉身之力3万斤。法宝混沌战锤，半生神兵。特殊能力天道自符加身，任务世界任何功法神通，看知其会，得知其要。黄金头探查他人信息，不除幻术。秦风弟弟的肉身好强，才满月就堪比凶兽，真是太可惜了。要是秦风弟弟早些年出生，就能和我哥哥一起去血色禁地了。血色禁地是什么地方？这和我出生早晚有什么关系？血色禁地是存在于上古神山的一处古战场，每10年开启一次。禁地中珍宝无数，好运者说不定还能寻到强者死前遗留的宝术传承。禁地中有法则之力，限制宝术的使用。无论修为多高的人，在血色禁地中都只能以肉身对敌。我们人族在肉身一道上相对欠缺，因此虽然禁地中有大机缘，但多数都让其他种族夺去。还有不到1年，血色禁地就又要开启了。如果秦风弟弟再多修炼些时日，肯定可以参与到禁地之争中。秦风恍然大悟，原来还有这种好地方。1年吗？自己修炼了1个月就有如今修为，再过1年说不定也能争一争禁地中的机缘。秦微雨虽然冷着张脸，不想参与到2个小孩子的谈话里，但听到这里还是忍不住提醒道：你不要以为凭肉身打赢了个临海境中期的皇子，自己就肉身无敌了。许多恐怖种族出生就有万斤巨力，根本不是人族修士可以抗衡的。乔儿，你少怂恿人家去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包括你哥我都不会让他去血色禁地的，让他来秦家看看。肉身之力连一个刚满月的娃娃都不如，去了禁地根本是给那些强横种族送菜。夏乔儿自知理亏，头埋得低低的，不敢去看父亲的眼神。这时，秦正道和夏若云也来了，3个小家伙一下子被大人们团团围了起来。父皇、娘亲，你们怎么也来了？风儿，第5组是我大秦肉身一道上的最强者，今日之后，你可愿前往祖地，跟随第5组修行？秦风兴奋点头，他对秦国几位老祖都不陌生，尤其对第5组一双重锤印象深刻。自己系统空间里可是还有一柄混沌战锤呢，说不定以后还得和第5组学学如何使用锤法。秦正道点点头，又看向秦微雨道：微雨，我和你夏长青舅舅商量了下，夏家精通5行之法，你身负5行归元体，若是能去夏家修炼，进步自然是最大的。你看你是什么想法？秦微雨看了看目露担忧的夏若云，又看了看满脸希冀的夏长青，自己和弟弟的出现似乎成为了秦夏2家关系的转折点。虽然她身为转世女帝，根本就不需要人指导修炼，但她能看得出来，父母都希望自己去夏家修炼，在父母眼里，唯有夏家才能把的天赋发挥出来。我愿意去夏家修炼。说完，秦微雨又看向秦风说道：下次见面，我们再比试一场。秦风点点头，将临别的些许伤感憋在心中，笑嘻嘻地说道：好啊，一言为定。既然秦微雨想来我夏家修炼，我夏长青定会全力培养，即便是倾尽全族之力也在所不惜。清泉沐浴，黑龙木是一种通体坚韧、状若巨龙的木材，因其能燃起犹如龙炎的大火而得名。此刻满月宴终于迎来了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以龙血秘药为孩子们助体。秦风和秦微雨这会儿正泡在澄澈的清泉中沐浴，要以无垢之体接受龙血的洗礼。黑龙木架在21口大鼎下，将一尊尊宝鼎内的秘药烧至沸腾。尤以最中央的古朴石鼎火势最旺，暗金色的龙血犹如岩浆般翻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随着龙血沸腾，肆意开始往最大的石鼎中放入圣药。
这些荒域难得一见的宝药一定要在最后关头放入药鼎，以免流失药性。随着一株株或是火焰缭绕，或是冷若寒霜的圣药被放入石鼎，石鼎内渐渐有神秘的异香传出。这些宝穴和圣药，平日里我们只敢稀释无数倍给孩子服用，秦皇竟然仅仅是拿给孩子药浴。魏国国主一阵汗颜，虽然同为七大国，但秦国的财大气粗也是他生平仅见。关键是你即便舍得圣药，你家孩子承受得住吗？这些宝药若是未经稀释，寻常孩子必定爆体而亡。齐国国主毫不留情的阶段，快看，又有什么东西被放入宝鼎了？是麒麟宝血啊，而且是太古时期的纯血麒麟，和现在荒域上的麒麟一族完全是两个概念。司仪从一个密封的瓦罐里取出了一滴散发着恐怖威压的麒麟宝血。麒麟宝血刚落入石鼎，便有一尊闪烁着神光的麒麟在鼎中浮现。紧接着，小鼎当中又窜出一头五爪金龙，向外来者攻去。麒麟宝血虽然只有一滴，却和五爪金龙虚影斗得不相上下。为防止药性流逝，麒麟宝血刚入石鼎，主持的司仪便暴喝道：“助体仪式开始！第一位，皇女陛下。”在。秦微雨从清泉之中迈步而出，快速来到石鼎前，跳了进去。瞬间，石鼎中异彩纷呈，原本争斗的五爪金龙和麒麟虚影都向着秦微雨冲来。然而，秦微雨体内却忽然响起了一道凤鸣，有一只五行之力化作的凤凰虚影自秦微雨体内冲出，向着五爪金龙和麒麟冲去。凤凰的尖锐鸟喙啄向金龙，撕下大块的神性精华，紧接着又腾空而起，扑向麒麟。五行凤凰同时与两头神奇般的异兽虚影作战，竟然丝毫不落下风。而秦微雨的肉身也在飞速增强，很快便冲破了肉身极境，11000斤、14000斤、17000斤。石鼎乃是秦国祖传的铸体宝鼎，鼎身上有108条纹路。每亮起一道，代表鼎中铸体之人的肉身之力提升了1000斤。秦微雨此刻像是真涅槃重生的凤凰，动体火红，肉身之力节节攀升。宝鼎之上的纹路一道接着一道，毫不停歇的亮起。秦国的皇女竟然能承受住2种神兽的宝血，还在疯狂吸收圣药。照这个速度提升下去，肉身之力很快便要超过他弟弟了。龙血铸体效果这么好的吗？秦国皇女的肉身之力破2万斤了。早知道我刚才也以族中至宝向秦皇换一鼎龙血秘药了。破3万斤了，秦国皇女的肉身之力已经超过了他弟弟，要不要回国后请动老祖，我赵国也猎杀一头五爪金龙给皇祖子弟铸体？在众人炽热的目光里，很快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而秦微雨还在鼎中没有出来。石鼎上的纹路此时已经亮起了70多道。肉身之力7万斤了，500万年前黑天大帝血祭无数生灵，才换得黑天魔体。单臂一晃便有7万斤巨力，秦国皇女才刚满月，肉身之力竟然超过了大帝。这已经不是龙血的问题了，寻常人族修士即便以凶兽宝血铸体，也无法吸收这么多宝血。秦国皇女不仅没有爆体，好像还留有余力。一道道期盼的目光中，石鼎上纹路亮起的速度渐渐放缓，105道、106道、107道，最后一道。随着石鼎上第108道纹路亮起，盘膝坐在石鼎中的秦微雨猛然睁眼，浑身爆发出恐怖的威压。秦微雨径直从鼎中跳了出来，而宝鼎中的龙血足足下降了半尺有余。秦微雨转头看了看石鼎中剩余的宝血，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即便有金龙宝血能帮助突破肉身极限，自己却终究是人类之躯，吸收了1/10便吸收不动了。108道纹路全亮，我没看错吧？秦国皇女肉身拿到了108000斤。古籍记载，荒域大陆曾有荒天帝肉身成圣，将人族肉身潜力发掘到极致，不过108000斤。但即便如此，也不逊色于荒域那些恐怖凶兽了。宾客们一下子全都嘲疯了。快去祖地找老祖再要点龙血来。秦正道看了看浑身缭绕着充沛气血的女儿，又看了看还盘坐于清泉之中的秦风。虽然金龙宝血还剩下大半，但秦正道心中总有重预感，这些宝血可能根本不够自家儿子吸收的。很快，有龙血从祖地中取出，这些龙血全部来自那头黄主境巅峰的老龙王，血液中神性精华的含量根本不是先前的金龙之血能比的。下一位，皇子陛下。秦风兴奋之色溢于言表，看了眼已经洗净身体站在父皇身边的姐姐，秦风大步向石鼎走去，身体一跃跳入了鼎中。下一瞬，沸腾的龙血中五爪金龙和麒麟的虚影猛然窜出。刚才被秦微雨折磨良久，不仅没有让两头神兽偃旗息鼓，反倒是更加凶恶了起来，争相张牙舞爪地向着秦风撕咬而来。然而1寸多高的五爪金龙和纯血麒麟才刚冲到秦风身前，便像是见到了大恐怖之物一般，掉头便跑。秦风哪里会让他们逃走？祖神炼体诀运转，体内很快便传来强大的吸力，两个神奇般的神兽虚影像是被飞动拉扯，所有的挣扎都化作了徒劳，瞬息间便被巨力搅碎。石鼎内沸腾的宝血秘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下降着，很快就要见底了。
而石顶上的纹路也以做火箭般的速度飞速亮起，30道、50道、80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就8万斤了？这可是金龙宝血，吸收时要承受千刀万剐之痛，十分艰难。秦国皇子怎么能如此虹吸？100道了，秦国皇子肉身之力10万斤了，还在涨。紫光格外看热闹的宾客头皮都震得发麻了。快，把祖弟取来的金龙宝血全倒进去。随着一罐罐龙血被倒入石鼎，一头比先前的金龙和麒麟更加神异的龙王虚影出现在了石鼎之中。1寸高的金色小龙满怀恨意地向石鼎中盘坐的秦风扑去。就在此刻，秦风体内有一尊漆黑的巨人虚影，手持大锤扑向金龙，一锤下去就把金龙砸得身体虚幻，濒临消散。第二锤挥出，已经把金龙虚影制服，无数金色的神性物质从金龙体内向着秦风飘去。霎时间，秦风的肉身之力在宝血的辅助下更上一层了，无暇的躯体内释放出恐怖的威压。108道，这么会儿功夫，秦国皇子的肉身已有10万8千斤巨力了。秦国皇子对龙血的吸收，竟然比他姐姐还要妖孽数倍。未央老祖引以为傲的魔神之体，在这对可怕的姐弟面前简直一无是处。几百年来的修炼，还不如人家泡个龙血。石鼎上的纹路越来越耀眼了，龙王之血正在被飞速吞噬。我怎么觉得秦国皇子的肉身之力还在增强？西方佛国的悟真住持聚精会神，握着禅杖的右手已经满是汗水。在人们的注视中，石鼎之上的光华越发耀眼，沉重的石鼎居然震颤了起来。石鼎要炸了！紧接着，秦国组团的铸体石鼎竟然真的轰然炸裂，碎石纷飞。一个小婴儿迈着稳健的步伐从滚滚烟尘中走出。快看，是秦国皇子，这气血之力比之前强了数倍。秦国皇子的肉身肯定突破10万8千斤了，具体有多少？20万斤，还是30万斤？肉身碾压大地，这是要以肉身称帝吗？骇人听闻。哪位好心人能给我件衣服穿？秦风身上的衣服早在刚才的爆炸中炸没了，一纵身跳起几10米，秦风一把扯下条穹顶之上装饰做的纱帘裹在了身上。但在座的宾客实力最差都是尊者，自然早就把秦风光溜溜的身体看得一清二楚，纷纷笑出了声来。给你这臭小子，一天天的尽想着拆你父皇的皇宫。秦正道从侍女手里接来件秦风专属的小衣服，一挥手丢了出去，令人把炸碎的石鼎碎片收拾干净。宾客们都散了，夏家的楼船就停在不远处。微雨，你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弟弟说吗？夏长青拉着秦微雨的手，正和秦家人进行着最后的道别。秦微雨看了看满脸担忧的父母，眼底留恋之色一闪而过。最终，秦微雨还是再次冷起了张脸，看向正眼巴巴地望向自己的秦风，恶狠狠地叮嘱道：“我不在家，你少给父皇和娘亲添麻烦，懂了吗？”秦风小鸡啄米似的点头道：“懂了，姐姐，你就放心在夏家修炼吧。我今后一定少拆家，少给爸妈添麻烦。”秦微雨见弟弟傻里傻气的模样，不由得有些好笑，又有些暖心。夏长青见两个小家伙道别完了，于是冲秦正道夫妇拱了拱手道：“既然如此，夏某便告辞了。”夏兄一路顺风，家女便拜托夏兄了。在秦家人的注视中，夏长青领着秦微雨向楼船内走去。收起心中的触动，秦微雨最后看了眼依依不舍的父母，临走前对秦风说道：“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3年之后我从夏家学成归来，会和你再战一场，到时候可别让姐姐赢得太轻松了。”秦风望着逐渐远去的一大一小2道身影，鼻尖忽然涌上了丝丝酸楚。3年嘛，姐姐你等我。
空地上。空地中央还有1节1人多高的大铁柱，铁柱表面光滑如镜，没有任何刮痕。秦风已经饿着肚子站在测试铁柱前，苦着脸摆出了地煞72锤的架势。地煞72锤是第5组的拿手绝技，秦风握紧血煞战锤，瞬间进入状态。第1锤和测试铁柱接触，发出震耳欲聋的脆响。测试铁柱侧面的刻度条飞快上升。我就说，怎么觉得这2天小家伙越来越抗揍，这肉身之力都快破100万斤了。要是不用灵力，怕是连我也要让这小子按在地上摩擦。有着天道赐福加身，秦风早已将地煞72锤的发力方式了熟于胸。秦风的第2锤没有按照地煞72锤的发力技巧挥出。101万斤，什么？第5组惊愕地走到测试铁柱前，仔细观望秦风的动作。地煞72锤，经过72次的蓄力，最终可以将一个人的肉身之力以2倍打出。按理说，以秦风目前的肉身之力，每一锤最多比上一锤的力量大1万多斤。但现在秦风第2锤的力量比第1锤足足大了3万斤。第3锤104万斤，第35锤193万斤，第36锤200万斤。至此，秦风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秦风这个兔崽子，竟然改进了我的地煞72锤！第5组张大嘴巴，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收力站直的秦风。地煞72锤虽然能将人的力量翻倍，但缺点就是蓄力过久。刚才秦风这小子竟然36锤就做到了地煞72锤的效果，直接将时间缩到了1半。远处山顶注视着这里情况的第3组，险些一个没站稳从山顶摔下来。第5组数万年打磨都没能继续优化的地煞72锤，秦风不仅秒会，现在更是直接优化了。秦风讪笑着收起了血煞战锤。老祖，您没事吧？刚才我隐约灵光乍现，觉得您的锤法好像还能优化，就顺手试了试，没想到真可以。咱现在能去吃饭了吗？顺手吃饭，好，咱去吃饭，去吃饭。第5组目露迷茫，虽然锤法被优化的第5组很开心，但在秦风这个小怪物面前，自己简直像个废物。不行，回头一定要好好操练这小子，让他能在和强者对战的乐趣中快乐成长。秦国祖地石林中2道人影在飞速碰撞，2人皆手持铁锤，其中1人须发皆白，身体精壮，正是秦国第5组。而与他对战之人，自然就是已经跟随第5组修炼了1年时间的秦风。1年来，秦风跟随第5组修行，肉身即将圆满。突然，刺耳的音爆炸响，秦风仿佛早有察觉，双脚在粗壮的石柱上站稳，扭身蓄力，血煞战锤径直向音爆传来的方向挥去。当血煞战锤砸在一柄造型夸张的银色大锤上，将其远远弹飞。老祖，1年前的招数对我可没有效果了。未必。巨大的冲击力将2人都震得倒飞出去，这次的结果竟然是势均力敌。老祖，我进步还可以吧？你这肉身之力有1000万斤了吧？刚才的战斗他已经使出了3成的实力，如此竟然都只能和秦风打个平手，这样恐怖的斑血镜，整个荒域大陆古往今来都闻所未闻。老祖，最近我在肉身之力的修行上好像遭遇了瓶颈，不灭祖神体的第1重也总是差些意思，您有什么建议吗？经过1年的修炼，秦风如今随时都能突破到灵海境，但不灭祖神体的第1重迟迟没能突破，让他的肉身距离圆满始终差着临门一脚，这可把秦风急坏了。肉身一道修行，我已经帮不了你啊，剩下的路需要靠你自己摸索。这些年虽然有我与你日夜对战，但生死搏杀才是真正锻炼修士的方式。如果想寻求突破的契机，就去大荒中历练吧。第5组收起银色大锤，自己引以为傲的肉身之力，在如今的秦风面前好比蚂蚁和大象。这种小怪物我怎么教？让他到大荒里祸害那些蛮兽去吧。生死搏杀好像也不错的样子，可要是遇到比我强很多的凶兽该怎么办啊？正准备衡量一番厉害，身体忽然让第5组提了起来。你怎么办？你单臂一晃就有1000万斤巨力，我看是外面的凶兽该好好想想，遇到你之后他们该怎么办？第5组根本不给他选择的权利，给秦正道夫妇打了个招呼后，提着秦风就丢到了大荒里。就这样，秦风结束了跟随第5组的修行。3天后，凶兽大爷，您就行行好，放过我吧！吵着您睡觉的又不是我，您死缠着我做什么啊？林间有一个身形矫健的小胖墩正在疯狂逃窜，而他的身后一头10丈高的巨大蝎子对其穷追不舍，正是一头快要突破到元婴期的绿甲毒蝎。
小胖墩年纪轻轻，竟也有灵海境修为，时不时以宝术提速。绿甲毒蝎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他，可看他大汗淋漓的样子，显然就快坚持不住了。也不知道哪个遭天谴的玩意儿惊扰了这个鬼东西，害得自己背锅逃难，我好惨啊！他是一名隐世高人的关门弟子，前2天师傅将他丢出山门，让他去血色禁地历练一番。一路上凭借师傅给的法宝，在大荒中穿行，总算是安全的到了禁地附近。谁料到会遭遇绿甲毒蝎。师傅，您徒弟要让人坑死了啊！就在小胖墩绝望之时，一名赤裸上身的少年手持大锤从天而降，向着大蝎子砸去。轰！一锤下去，大蝎子倒地不起。啥情况？你是谁？